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H。中国汽车产业巨头之一的广汽 GAC 啊，不久前呢就发布了这一台车，这个就是 GAC GS3 M Zoom 影速。这一台车它的外观，还有它的 interior， 还有它的引擎配置，给我很大的惊喜。今天这一部影片真的很够力，大家一定要继续看下去。这台车它的外观比起它的其他同级对手来讲的话，它的整个机甲风格，我个人就非常喜欢，尤其是这一款 R Style 版本的Fender 这边有一个 R Style 的 logo， 然后在前面中网的部分呢有3条橘色的线条，也是 R Style 版本才有的啊。然后头灯方面，上面这一个是它的 LED Daylight， 然后里面是由2个三角形组成哦，所以它跟一般的那种线条型 Daylight 啊，那种已经看到很腻了的 Daylight 做比较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更加好看。它的 Interior 真的很美，有氛围灯 Ambient Light， 可以自己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我喜欢泛红色，看起来就比较帅啦。来到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Sport Rim 啊，是一个灰色的 design。然后轮胎方面，这个是 CBU 版本，所以它用的轮胎是 Century Kirin 990的轮胎。但是 Malaysia CKD 版本给的轮胎是 Continental UC6 啊，所以如果你们买的是 CKD 版本的话，那个轮胎我个人觉得好像还比这一个 Century 的来得更加好啊。那其实整台车的外观我们之前都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啦，在上面有一个非常大面积的天窗，车尾部分也是非常机甲风格哦，跟它的车头是做到一个相呼应。尾灯方面，我觉得真的很帅，尤其晚上亮起来的时候啊，真的是一流啊。然后有这个 reflector， 我觉得这个排列看起来就好像那种战斗机的 design 这样子，很帅。当然这台车是有 keyless entry， 你只要走靠近，点一下这个尾箱盖，它就会打开它的电动尾门。这台车是有电动尾箱的啦。然后它的尾箱空间看到吗？我们也放满我们的拍摄器材了，还可以放很多行李啦。在上车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把手会自动弹出来啊，我们只要走靠近就可以了，不需要去 touch 啦，还是要去拉啦，你只要靠近，它就会自动解锁，把门把手弹出来让你打开。一上车啊，我个人觉得最喜欢的就是它的整个 interior 的配色，还有它的 build quality。它的整个 dashboard 在上半部呢都是软材质，非常大面积哦。然后在这边呢又有这个蓝色的皮革包覆，也是软材质的。它的椅子非常的舒服，椅垫长度非常的长，看到吗？到我的膝盖了啊！我身高170嘞，所以这个椅垫长度，像我从 KL 把这辆车开回来新山的话，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我们一路塞车，我们从 KL 回到 JB 花了5个小时半，才走了300多公里罢了。但是却是一个非常好测试它的油耗表现的时候啊。现在呢，我们就把时间交回给几天前的阿豪，让他来讲一下这辆车的油耗表现是怎样啊 ？Let's go。OK， 非常感谢未来的阿豪 Q 我出来啊。现在呢就要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台车的油耗数据啊。刚刚呢我们就从 GAC Malaysia 的总部啊，也就是在吉隆坡，把这台车开到南马新山这里来了啦。现在我人是在 Johor 的 Senai， 那我们可以在画面上面看得到这一台车呢，刚才我们行驶了329公里，耗时是5个小时21分钟，然后我们的油耗数据是 6.7公升/100公里。因为我们一路上啊一直有在塞车，所以不是整条highway一直顺顺的开，我今天真的是塞车塞到我很累了，然后还可以拿到 6.7 L/100公里，我觉得这个数据真的是及格的啦。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未来的阿豪啦 ，Let's go。OK， 非常感谢几天前的阿豪啊。现在我们回来讲这辆车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个重点了，好像它的 interior 有这个实体操控旋钮啊，是可以用来操控整台车的冷气。很多现在的 B segment SUV 或者其他车型都已经把它整合进荧幕里面了。你在开车的时候啊，又要去 control 荧幕调整你的冷气风速、冷气温度，非常的不直觉，还是旋钮方式比较好。这一点 good job。整台车 exterior、interior 有非常多我们用眼睛看得到的优点哦。当然音响方面，全车是使用 DTS 的音响哦，所以整个音响品质非常的好。在后座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脚踏位置哦是全平的啊，好像电动车一样啊，但是它是一台燃油车。这样子的话，乘坐在后座的乘客呢，那个脚的位置啊，当然会比较舒服啦，也会更加的宽敞。而且后座还有冷气出风口，整个车内空间的冷气系统呢是用 PM1.0 的这个 cabin filter 啊，也就是讲它可以过滤掉更加细微、更加小的灰尘。这一点真的不得不说，广汽真的 very good job 啊。这台车的 exhaust 啊，是目前马来西亚13万以下唯一一款啊，大家没有听错，是合法可以上路的原装改好 exhaust 给你的。它的这个 exhaust 呢是有 on-off valve 的，只要在 steering wheel 这边按一个按钮呢，它的 exhaust 就会打开另外一
个 valve， 让它有双出排气功能，而且声音更好听。这颗 G 浪动力引擎 Mega Wave Power， 它不单只是一个4缸涡轮增压引擎那么简单哦。这一颗引擎呢，我去做了一些 research 啊，我才知道原来它的 intercooler 啊是走水的，水冷 intercooler， 它的冷却效率当然是会更加的高，就会让它整台引擎在操作的时候有更好的燃烧效率，还会提升高达33%的 torque 啊。变速箱方面呢，它用的是一个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哦 ，Wet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这一颗变速箱呢是获得了第3届世界10佳变速箱奖项哦。所以那么强大的一颗巨浪动力引擎，再加上这一个变速箱，我相信它的整体表现一定非常的好哦。从今天开始到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啊，如果你买 GAC 广汽的这一台 GS3 M Zoom 引速的话，会有一个 Rev Up with M Zoom 的这个 campaign， 免费 service and maintenance 的配套，而且还会送你一个 GAC 的智能手表，价值是1388块，会有一个4600块的现金回扣啊。当然，我会把所有细节放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一边啊。所以现在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把这辆车开上路体验一下啦 ，Let's go！ 一上这台车啊，因为这个车的 interior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蓝色主题，包括它的安全带啊，其实是一个深蓝色，像 navy blue 这样子，比起那些黑色啊，太无聊了。看惯了过后，觉得这样子有搭色的会比较好看呐。当然，这一台车也是具备360全景环绕影像功能。我们只要把这个水晶拨杆推去一个 R， 荧幕上面就会显示360度全景环绕影像，而且我觉得还算是蛮高清的 ，very good job。当然，除了它的这个360功能以外，还有 Auto Parking 功能，所以好像 Reverse Parking、Side Parking 比较不厉害的朋友 ，Auto Parking 功能就可以帮你 parking 车啊，这一点也是很加分的啦。等一下我们会把这辆车开进雪邦赛道试它的动力。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在公路使用上，这个动力表现绝对是没有问题，而且它是一个4缸引擎，所以它的引擎噪音比较小，震动比较少，所以整个加起来，我觉得比它的那一个某一个对手啊是来的更加顺畅，更加舒服啊。只不过这个牙箱呢，我有发现它在触弯的时候，如果是你减速慢下来了，然后 steering 摆好了，你一脚油门下的时候，它会有少少的迟滞。只要你习惯了它的整个动力衔接过后，完全就是可以接受，没有问题。当然啊，你可以把你的手机直接放在前面这边，它就会 automatic 用无线充电的方式帮你插电。当然，这一台 GAC GS3 M Zoom 呢，它的中央多媒体播放器也包括了时下最流行的 Apple CarPlay， 还有 Android Mirroring。好，讲了那么多，当然今天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把这辆车拿去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测试。那我们现在废话少说，直接把画面带到雪邦国际赛道来做测试啦 ，Let's go！OK， 终于啊来到了这个大家都非常期待的环节，就是这个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的测试了啦。当然，这个测试是在赛道上面做的测试哦，所以会相对起在马路上做激烈超驾的测试来得更加安全，也不会影响到其他公路使用者。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马路上 try 这些比较 push limit 的操作啦。然后，当然这一台车呢，在检查它的胎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 manual 的方式做检查，也可以用荧幕里面的这个内置的 TPMS 来做检查。所以现在我们直接就把这辆车开进赛道里面做测试啦。经过1-2圈的热身，现在我们正式来做时间啦，一脚油门踩到底哦。在这个大直路，我们看一下它的 top speed 是多少。OK， 入弯前它的 top speed 大概是164左右。我已经把它的 ESP 关掉了，可是车身一旦打滑，它又会再启动回。这个是它的安全保护装置啦。可是对我来讲，它会帮我cut油就不是好事，比较难做到一个更好的圈速。现在来到 Turn 4， 一脚刹车下。OK， 刹车力道还是可以的。只不过我觉得是轮胎 hold 不住了。5-6弯的时候，在弯心的时速大概是120 km/h。OK， 6弯的时候时速会慢一点。
这台车的车身动态还是可以的。刚刚那辆宝马就有一点推头了，出去外面了。以一台 SUV 来讲，这样子的表现真的太好了。只不过在触弯的时候，如果有 pedal shift 会更好。我感觉它在触弯的时候有一点点迟滞，少一点点那个速度，但是没有 pedal shift 我不能自己降档。但是一般公路使用绝对没有问题啦。刚刚我们做的时间大概是3分03秒，这个是我第一次开 GS3 M Zoom 这台车在雪邦赛道做到的成绩。我觉得这台车如果换一个更好的轮胎，它肯定可以更快，可能可以快多一个8到10秒，应该没有问题。整台车的动力表现我觉得是 OK 的，很好。OK， 经过刚刚的测试啊，那个是实际真实的把这台 GS3 M Zoom 引速开下去我们马来西亚的 F1 级别国际赛道测试了一番过后，讲真的，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讲，我觉得这辆车不管在操控方面，它的 ride and handling， 它的引擎动力表现方面都很赞。压箱反应方面，因为我们每一个弯都是用急刹车的方式哦，所以在触弯的时候呢，会稍微感觉到它的压箱退压速度有一点点慢，但是这个绝对不影响日常使用哦，这个是在激烈极端的操作环境下才会 feel 到的。这一台 GAC GS3 M Zoom 呢，它的 handling 表现啊，我觉得在赛道里面可以感受到的就是在 corner 的时候我有更多的 confidence， 然后 body roll 其实没有特别的多。CKD 版本的 GAC GS3 M Zoom 呢，它用的轮胎是 Continental 的轮胎，所以我相信在 cornering 的表现啊，会比我现在开的这一台来得更加加强。整台车的 suspension tuning、车脚 ride and handling 的表现呢，我觉得在这个 segment 里面呢，真的是很强的一个存在啦。所以如果这台车要拿来打造成一台赛车的话，首先把它 lower， 把它的轮胎换成赛车胎，然后再加上一个 pedal shift， 我相信它的时间一定可以做到更好。今天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这台 GAC GS3 M Zoom 真的是一台很好的选择。接下来你们还想看到我带什么车来Sepang做测试，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当然要记得继续关注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我们的网站 www.riderath.com， 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page， 我们将会陆续更新更多其他车款的试驾报告啦。今天就先这样子，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